我稱之為是呂老師他自己的一個大玩具。冬天啊、秋天啊，在這邊有一個小台子，就可以在這邊曬太陽。呂老師的這個木椅，它是這樣，它可以懸掛，空的。這阿姨拖起地來多方便啊！他們的簾子是吸鐵石的，2塊木頭是吸住的，你可以是這樣子豎起來，你也可以很高位的去豎起来。女主人的這麼一個茶櫃，就是宛若在中古店。我現在這個位置，其實出去是他們家的車庫入口，很優美、很優雅的一個車庫入口，結合他自己的這個靈感，做成一個江南水鄉的一個船的碼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。今天我来到了一直心心念念想要來的家，就是吕永忠老師的家。我在的是他们家的这个客厅的位置，在網絡上面其實非常非常有名的就是他的這一組書山牆了，從頂上一直到下面有一種懸空的感覺。他的這個書架除了高度，它有高的、低的，完全錯落，讓每一本書都不浪費空間之外呢，它的裡面的這個進深的深度也是不一樣的。其實這個客廳不是很大，但是它有一組中間的這個沙發放在這邊，就會有一種莊重的一種感覺，在這邊壓着。背後呢，這個屏風啊，取自於窗含西嶺千秋雪一樣的雪山的意境，就會有一種對景的感覺，就是你前面綠意，你背後又是雪景。餐廳是他們抬起來的，無中生有哈，做出了一個樓梯拐下去。呂老師戲稱這裡是一個 DJ 台，我覺得真的很像 DJ 台，有沒有？其實這邊是一個咖啡的水吧台，女主人在這邊泡點茶，然後可以招呼這邊的客人。哎，你要那個什麼茶，玫瑰花茶嗎？還是什麼茶？岩茶。也做了一些小心思啊，比方說裡面還做了一些小的氣窗，感覺好像有一些通透感，其實是假的氣窗。然後空調出風口呢，都做了一個倒角，讓它看上去不是那麼明顯。這裡就是我自己最喜歡它的茅草屋，我稱之為是呂老師他自己的一個大玩具，是完全是搭建出來的。它上面大家可以看到這麼厚，全是茅草的管子，裡面其實是一個銅的爐子，真的在冬天是可以燒炭火的。為了輕巧一點，也是用了一根銅的一根柱子。然後這邊還有個小的氣窗，就是把它扣下來關上的。一個人在一個暴風雨的夏天，然後我就在這邊品茶，看着雨景隱逸超然。它背後其實還有呂老師精心養護的青苔。冬天啊、秋天啊，在這邊有一個小台子，就可以在這邊曬太陽。我們這邊其實是它的一個中庭的一個花園，真正他們家大門是在立面，也是一個花園。中間貫穿的是我們女主人的茶室，整個這個空間像是一個廊道一樣，它就是這邊全是窗戶。其實他們家用的是旭格，也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窗戶的品牌。無論是外面有什麼噪音，因為最近正好旁邊有鄰居在裝修，一點聲音都不會聽到。它又要隔音、隔熱，那它就意味着其實它的工藝要很強，有些時候會覺得變得很重嘛。但是在旭格方面，它其實就變得很輕，很好的去拉開。通常時候，我们的室內和室外，我們的這個材料其實是不一樣的。比方說，這個時候中間它這個門檻要平，也變得很重要，這樣就不會有一些那種漏水、滲水這樣的情況發生，而且也不容易絆膠啊什麼的。我很喜歡他們家的這種很多空間當中的隔斷。有沒有發現這個簾子不是中間平分的這個比例，它就有一種不一樣的美。他們的簾子是吸鐵石的，2塊木頭是吸住的。所以你就很方便的去創作你自己的想要掛簾子、收簾子的，你可以是這樣子豎起來，你也可以很高位的去豎起來。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創意啊！呂老師的這個木椅，它是這樣，它可以懸掛，空的。這阿姨拖起地來多方便啊！然後就到了我很羨慕女主人的這麼一個茶櫃，就是宛若在中古店。我覺得在呂老師家，我就看到各種各樣很漂亮的櫃子。就像是有陳列的這樣的感覺。從茶室這邊進來，其實就是一個也是中間家裡的交通要道上樓，然後這邊還有個小房間。我很羨慕它有這麼一個可以寫書法字的地方，感覺就是一個修心啊、治癒，然後冥想的一個小空間。然後這邊有他喜歡的書法的字帖呀，整個氛圍感很濃。其實我一般是不講衛生間的，但他們家的客衛的確是非常的有特點。進去，首先它有一個鏡子的這麼一個立面的牆，它可以拓展空間，然後裡面有一個小紗櫥，很有中式的這種美。好，現在我們來下到樓梯下面，這個樓梯的這個轉角會有一些像皮包着石材的，防止你磕碰，退進去了一個，就更加的會有空間感，會更加的舒服。
接下來呢，我們就來到了它的工作间，两邊它都有一個落過來的一個天井的一個落光點。這邊的整體的色調也是這樣子的，它中間擺了一個大的書案，就可以讓整個的空間比較壓實。然後這邊就是剛才我們1樓延伸下來的一個書山牆，在那邊呢就是它的一個靈感牆。那個靈感牆它的材料非常的特別，是用軟木，然後塗上塗料，直接可以釘上去的。它的這個櫃子也是它做的专門的一個酒櫃，又時髦又當代，很經典。他們整個家的那個餐廳啊，吕老師稱之為夜宴。我很喜歡它的整個的這面牆，小的一個窗戶，然後那邊其實一個窗戶，不會讓人至於這個太壓抑。它的這個牆面其實是一種棉絨的一種布料，雖然說色調是冷的，摸起來的質感是柔的啊，包裹着的這種軟的感覺。接下來，讓我們來再看看他們家我觉得最神奇的一個設計，就是這邊進去是它的一個茶室，但它這個入口，它特地做了直半截，就讓你半截走進去。這個茶室其實是地下室裡面非常難用的一塊雞肋的地方，但是呂老師也变廢為寶了。然後這邊呢，其實是做了一個中空的一個隔斷，是完全可以視線透過去直接看景的。然後背后坐在這邊，直接這個主位是直接看到背後它的整個走廊，真的是氣孔的一個窗口在開着。開頭看到這個天花板的時候，我也以為它可能是一種竹編的，其實不是，它是用的無紡布，然後用漆把它刷了。我很喜歡他们的这个卧室，首先就是它的採光非常好，它景色望出去是遠遠的那種風景啊、綠意啊。除此之外，其實他們的整個的房間就是很圓潤，有那種暗暗淡淡的發出來的這種光。它有一個功能非常全、設計的很好看的衛生間。大家有時候會覺得衛生間就應該是冰冰冷冷，就全是石材，其實不是，實木其實也是可以很防潮的。然後它面對着自己一個楓樹的窗景，就可以直接化妝，光是很好的。然後背後就是一個隔斷的那個牆，那個牆我覺得是很值得大家來參考的。它那個牆就直接把它的這個馬桶這個區域和它的淋浴間直接隔開了。關鍵是這個隔牆的外面出來有一個很小的一個立面，直接可以放很多的護膚品，特別適合女孩子。還有一個我覺得很經典、很設計的地方，就是他們的衣帽間，讓我想起了倫敦 Savile Row 很經典的那種成衣店鋪。它那個燈光和木質的那個材料做出的那種溫潤的配比，感覺又乾淨，然後呢衣服看得又清楚，完全是自己的一個心愛之物的一個空間吧。我現在這個位置其實出去是他們家的車庫入口，結合他自己的這個靈感，做成一個江南水鄉的一個船的碼頭，哎，這樣子的一個高低錯位的一個結構。客人一進來的時候呢，就可以慢慢的，哎，從這邊走上來，這樣的一個感覺。船到岸了，好，我慢慢的走上來，這邊有一個扶手還可以拉，哎，這邊也有一個背靠的感覺，慢慢走上來，哎，到岸上了，這樣子的一個空間的變化。然後這個就是他們家的車庫入口了，很優美、很優雅的一個車庫入口，有裝飾畫啊，然後有一個國際大師的一個設計師的一個燈啊。就在這邊，你一進來就可以感到這個家的氣息。相信你肯定有一些自己的小的靈感收穫吧。那今天就到這邊了，謝謝大家，拜拜。